Hello，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今天我们来到大阪的心斋桥。对于很多第一次来大阪的人来说，心斋桥、难波、道顿窟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景点。逛街、吃饭，甚至住宿，在这一带通通都可以找到。来往关西机场的交通也非常方便。除了观光客喜欢来之外，其实很多代购也喜欢来心斋桥带货。药妆、鞋子、动漫周边，这里通通都有。另外还有非常多的二手精品店，一起来看看心斋桥这边怎么逛吧。搭地下铁玉堂金线，在心斋桥站下车之后，从2号出口出来，就会直接连通到 Kurista Nagahori 地下街。这条地下街从心斋桥一直连通到长枯桥站。除了有很多商店之外，这边也有洗手间。如果是下雨天的话，走这边去搭车会比较方便哦。这边是南边的10号出口，从这边上来之后，就是直接到心斋桥的商店街里面喽。从这边一直往南走，就可以一路走到道顿窟和难波这边。其实往北边也还有蛮多商店的，但心斋桥这一带基本上人潮都会一直往南边走。这边相对比较热闹，商店更多，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边一路走到难波看看吧。这边是往北边，然后是我们刚刚过来的车站。这边是现在往南边，一路一直走就可以走到道顿堀这边。心斋桥商店街最热闹的一段是从心斋桥车站一路往南到难波站的这一段。大阪其实最大的2个商圈，一个是梅田，一个是心斋桥。然后这2个地方呢，其实搭地下铁大概只要15分钟左右，但是其实整个氛围非常非常不一样。从心斋桥一直到难波这一区，应该是第一次来大阪的人都会想要逛的地方。除了非常好买以外，相对梅田它的路很好懂，它就只有一条商店街直通下去，所以其实比较不会迷路。加上这边大型商店限定商品也很多，除了游客喜欢来买，代购也超爱来这边买的。我们今天就要来逛逛心斋桥到难波这一带，看看有什么重点，有什么好买，怎么逛比较舒服咯。大部分想要在日本买的商品都可以在心斋桥找到，除了有超大间的 Uniqlo 之外，很多品牌在这里也都有设置比较大的店铺，相对来说款式会比较新，库存也会比较多。心斋桥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这里药妆店真的超级多，密度超高，感觉甚至比便利商店还要多，而且这里都开得非常大间，好几家都是1加2楼，不止可以直接退税，商品的种类也都非常多。在日本买药妆真的很容易失心疯，但还是要提醒一下，即使是一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店家售价也会不一样。实际比较了合利他命之后，每一家店真的都不一样。其实不止维他命或是药，几乎所有的商品定价都有可能不一样。在购买之前，记得要货比3家。另外，在结账之前，记得要先确认购买商品的总个数，避免被重复刷到，多被收钱哦。心斋桥这一带虽然是商店街，但来到这里绝对不能错过就是大丸百货。除了分成本馆跟南馆之外，还跟心斋桥帕路口连通。有很多动漫周边、无印良品、手创馆、专柜彩妆，都可以在这里一站买齐。大丸本馆的9楼有宝可梦中心和 Pokémon 咖啡，尤其是宝可梦咖啡厅，目前日本只有2间，这里的预约真的超难抢。全日本现在宝可梦咖啡只有2间，就大阪1间，东京1间，然后它一定要事先预约，但是预约实在是太难抢了，根本就是抢不到。现在看它当天有空的话会贴圈圈，所以如果很想吃的话，可以来这里碰碰看运气。大丸本馆和帕路口的内部是可以直接连通，在帕路口这边除了有无印良品的大型店之外，还有更多的动漫周边可以买。这边的汉子旅行用品也太多了吧！很多年前，在心斋桥附近有一整栋的东极手创馆，现在已经不是东极集团，改名为手创馆之后，心斋桥附近只剩下帕路口内部的这间店。从9楼到11楼，一共有3层楼可以逛。
很多人都觉得来日本的时候可以顺便买伞 ，WPC 相对便宜啦，大家都蛮可爱的。哈鲁口的7楼是无印良品，这间是心斋桥难波这一带最大间的无印良品。虽然没有到梅田、古浪胡弄斗有3层楼这么夸张，但商品的系列算是非常齐全。逛大型商店才注意到，其实他们的商品真的是很多我都不知道无印良品咖啡有这么多。电暖被，然后是披在身上的，可以洗，然后用 USB 充电就可以了。大家知道在日本没有大同电锅的时候怎么蒸东西吗？是买这个，然后给它一个盖子，然后下面呢就是锅子上面再加这个东西。我把它放在这边，然后从下面的蒸汽就给蒸上来，有点麻烦。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大同电锅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其实这以前有红过啦，放在包包里面方便整理的。但其实这个还有另外用处，是把它放在车子里面。还有人要买这个吗？我第一次看到有货。收银台分3种，免税、现金、非现金。觉得日本结账方式真的是很多有时候真的是要看一下。哈鲁口的5楼和6楼应该是整栋人最多的地方。史努比、吉卡哇、泡泡玛特、三丽鸥、吉卜力在这里通通都有。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欧拉夫欧拉夫在干嘛？这个是颈枕，这个欧拉夫其实是一个颈枕，它是颈枕。它把它翻进去的时候就变颈枕，然后翻出来的时候就变史努比或是欧拉夫，抓着你行李箱的杆杆。好可爱哦！哎呦，这个欧拉夫是一个ネギトロ，这个有点可爱，Samurai Japan 的史努比。然后再跟前面还有吉搞啊。它不是盲盒它其实是看得到的。哈基瓦类还有 ，baby 系列也还有，还有胖哥。通常吉伊卡哇店呢，不用特别抽号码牌就可以直接进去。但是有时候礼拜5会发新的商品，那发新商品的时候，有时候人会很多，那时候就一定要抽整理券。除此之外，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可以直接进去的。这只超大的耶！以为只有1层楼吗 ？No， 楼下还有坐着的。那个 no market。超可爱的。从八路口这边出来之后，就叫玉堂町。和心斋桥商店街平行的玉堂町大道，是大阪市区很有名的精品街。虽然只有隔着短短几公尺，但这里的感觉和商店街里面整个非常不一样。玉堂町和里面的商店街明明这么近哦，但氛围就很不一样。这边晚上，现在有没有点？有点不知道，但冬天一定会点。这条路是大阪很有名，可以看illumination的地方。面对南边，往左手边看就是刚刚的商店街里面了。相对梅田算是很好认路，也很简单。其实呢，心斋桥靠近大丸这一区呢，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刚刚我们有看到精品店很多都开在玉堂町那一侧，但是其实穿过商店街到另外一边玉堂町的那边穿过商店街，这边就有很多植屋。植屋呢，在日文里面就是当铺的意思。这一区有非常多二手精品店。心斋桥这一带最有趣的就是各大精品的路面店、百货公司和二手店。通通都开在同一个区域，变成在大马路上可以看到精品的大型店，商店街里面又有百货公司，而弯进小巷弄之后，又可以看到二手精品店。除了巷弄之外，继续往南边走，商店街里面也有不少的二手精品店，不少店家也都有提供免税。哇，这整栋都是23。不是有些可能是款式买不到了，才会想要到二手店找。这颗这里也卖40啊！如果是我，可能要新的了。
但它可以免税，免税的话38。结论就是状态好跟比较漂亮的东西的话，其实也没有真的便宜到哪里去。对啊，这颗35的话，20。真的厉害的这个村上隆51。我觉得二手精品店逛到现在，就是2个品牌最多 ，LV 跟香奈儿最多。如果就是要找这2个品牌的话呢，应该是可以好好的来找看看。那如果是这2个品牌以外的话呢，我觉得好像就没有这么多。继续往南就可以一路走到道顿窟，这里就是大阪最有名的景点布利果招牌的地方。人好多啊，这就是大阪的涩谷。不管是桥上还是河岸的两侧，人都非常多。除了是打卡景点之外，大家最喜欢的唐吉诃德也在这附近。这边另外一个知名地标唐吉诃德的摩天轮，那边有一间唐吉诃德，但其实桥的左边，这边有一间更大的。然后这条河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阪神虎只要赢的时候呢，就会有人跳下去这条河，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吗？不是很好的传统，因为这条河非常非常的脏，超脏的。对，不鼓励这样做，但是一旦封网的话呢，就还是会有人这么做。有买大阪周游观光 pass 的话呢，这个船是包含在那个套票里面的。如果刚才不是走商店街，是走玉堂经大路过来的话，也是一路连过来。在道顿窟桥这边呢，有一间很特别的一兰，一兰是豚骨，大家都知道嘛。那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店是100%没有使用豚骨的一兰，它原先其实是针对过敏，有些人可能是猪肉过敏，没有办法吃豚骨汤底的拉面，所以才做这个比较特别的鸡肉版本。那后来很多人以为它是否回教徒的，但其实它原先的用意并不是这样子。道顿窟附近除了购物非常方便之外，吃饭餐饮的选择也非常多。大阪很有名的螃蟹道乐就开在这边。龙湖一家在大丸对面，另外一家在这边。蛮好看的，2万2，人实在是太多了。穿过来这边看到高架桥之后呢，其实就已经到南波车站这边了。感觉新斋桥这边很好买，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点什么？家电还没有在这边找到。但梅田的话有很大油豆巴西可以逛，但这边的话呢，我们就要去看 Big Camera。除了药妆、衣服、包包之外，对很多人来说，家电类也是绝对必逛。靠近难波车站有一间非常大的 Big Camera。这是唐吉诃德吗？现在就是家电也卖一大堆零食，零食店也卖一堆家电，现在就是这个概念。现在去到哪里，一站就可以买齐。除了家电以外，这里的酒类区也非常推荐，大家非常喜欢的踏迹在这里也买得到。零食区穿过去之后，看到吹风机，右边是零食区，左边是莲蓬头美发。我今天很好奇理发的这支莲蓬头到底多少钱？哇，很贵呢！哇，3万块的莲蓬头，3万块是最便宜的呢！哇，这个6万8、7万5是怎么回事？美容美发的产品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喜欢的品项。这里不止各大品牌都有，种类也非常齐全，还可以直接退税，整体来说真的是很方便。厉害的电锅，一台也是要到这个价钱。哇，这什么演武塔 K？ 是我大哥的炊饭机啊！
有时候觉得来这种游客比较多的地方有个好处就是，游客想找的东西呢，在同一个地方通通都可以找得到，就不用东跑西跑，然后还要特别去问有没有这样子。反正大家想找就通通这里都有了，同一个点买就好了。大猩猩全系列，Gorilla的枕头，还有大猩猩握手、按摩手的，这个抓小腿的。哎呦，这种特别包装，数量限定版，但真的好用吗？我自己也很好奇。难波这边又可以搭南海电铁，然后就可以直接跟关西机场连通。所以如果是第一次来大阪，很多路还不是这么熟悉的状况之下，直接来心斋桥难波这边买东西，其实就非常方便了。但反过来说，如果是已经来过这边，想要去京都或者想要去神户看一些不一样的景点的话，大阪的交通位置会比较方便。难波这边的地铁也很多，那一样靠近车站这边也有一个地下街。地下街方向基本上就是跟商店街是垂直的。而且这边也很多店呢。心斋桥到难波这边看起来很近，但其实走起来是蛮累的。虽然我自己是梅田派，我比较少来心斋桥这边，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来大阪的话，真的大家想要逛的东西全部都集中在这里。除了可以感受到大阪的文化，很多大家想要找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一站买齐。住宿的饭店和餐饮的选择也都非常多，整体来说真的是非常方便。往返关西机场也可以直接搭南海电铁，不需要转车。如果下次也想来大阪玩的话，也可以试着以心斋桥为中心规划行程看看咯。那么这次影片就先到这边，拜拜。19